当你们还在研究怎么用 ChatGPT 写年终总结时，全球贸易的物理大动脉已经被 AI 悄悄接管了。就在此刻，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新加坡港正把每天指挥上千艘巨轮进出，掌控着万亿级物资流转的核心大脑，从人类调度员换成人工智能。要知道，我们现代生活中90%以上的物品全都是靠缓慢而庞大的海运网络来支撑的。新加坡为什么敢把国家命脉毫无保留地交给 AI？ 这座全球最繁忙的中转港口到底是如何用一行行冷酷的代码重塑庞大的物理世界的？这又将如何重塑你我的饭碗，以及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想要看懂未来10年的财富密码和阶层跨越的机会，请务必把这期视频一秒不落地看到最后，因为真相往往比你想象的更加颠覆。让我们先看一组令人窒息的数据。每年有超过10万艘巨型货轮排队驶入新加坡港，它的航线连接着全球12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港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平均每2到3分钟就有一艘载着数千甚至上万个集装箱的庞然大物需要靠泊。几十年来，新加坡维持这种恐怖吞吐量的秘诀是几百个拥有20年以上经验的超级调度员。一艘船进港，他们不仅要考虑船只的长度、宽度和吃水深度，还要精准计算当天的潮汐起伏、洋流变化、风向风力、危险品的安全隔离距离，甚至连冷链集装箱插座的位置都要严丝合缝地对上。这是一项极度消耗脑力的极限微操，容不得半点闪失。但过去几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彻底撕碎了人脑调度的神话。大家都还记得2021年长次号堵塞苏伊士运河的世纪大拥堵吧？那只是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随之而来的突发极端天气、地缘冲突导致的红海危机，以及全球消费需求的剧烈波动，这些现代供应链里的黑天鹅事件，让物流网络的变量呈指数级爆炸。人脑的并发处理能力，在数万个动态变化的集装箱和无穷无尽的突发状况面前，彻底宕机了。每天蒸发的代价是数千万美元的真金白银，甚至会导致全球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断货，物价飞涨。人类的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同时计算上百万个动态变量。旧的系统必须死，新的秩序才能建立。那么 AI 到底是怎么接管这座超级大港的？答案藏在新加坡耗资数百亿美金，正在疯狂打造的托阿斯大式巨型港口里。到2040年全面建成时，它将拥有每年6500万标准集装箱的恐怖吞吐量，这相当于把今天庞大的新加坡港口运力直接翻倍，并且它是100%全自动化的无人之境。这绝不是简单的买几台无人驾驶车或者装几个机械臂那么粗暴。新加坡实际上是在下一盘大棋，他们构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数字孪生系统。简单来说，他们用代码在虚拟世界里1:1克隆了一个完美同步的数字新加坡港。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在虚拟世界里都有毫秒级的映射。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大脑的工作机制拆解为3个降维打击的步骤。首先是全知视角的感知层，通过天上的卫星网络、海面的高精度雷达，以及遍布港口每一个角落，甚至起重机齿轮上的数百万个物联网传感器，整个港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元网络。潮汐的微小变化、洋流的流速风向，甚至几百海里外货轮的实时航速和油耗，都会被瞬间转化为海量的结构化数据，通过低延迟的 5G 网络源源不断地喂给 AI 中枢大脑。其次是算力碾压的决策层，这才是最可怕也最核心的地方。当人类调度员还在焦头烂额地对着对讲机狂吼，试图解决眼前的拥堵时， AI 已经在数字世界里利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算法，提前推演了未来12小时内甚至24小时内的上万种停泊方案。它能精准预测哪艘船会因为逆风而晚点10分钟，哪个堆场会在下午3点出现拥挤，并瞬间计算出全局最优解。它甚至能安排每一个集装箱的摆放顺序，让下一艘接货的船能用最快的速度装载完毕，绝不浪费1秒钟的吊装时间。最后是冷酷无情的执行层。在现实的大式港口中，你看不到戴着安全帽、汗流浃背的工人，取而代之的是几千辆基于 5G 网络和自动驾驶技术的 AGV 无人运输车。它们如同高度协同的机械蚁群，在港口里精准穿梭。它们没有视觉盲区，不需要上厕所休息，
永远不会疲劳。全自动化的巨型桥吊以毫米级的精度抓取几十吨重的集装箱，就像抓娃娃机一样轻松，全程不需要一个工人在现场流汗。在这个闭环系统里，人类的身份已经被彻底重置，从疲于奔命的物理执行者降级成了喝着咖啡坐在空调房里盯着屏幕的算法监督者。这不仅是效率的飞跃，更是容错率的质变。看懂了底层的技术逻辑，我们再来扒一扒大国博弈的底库。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对 AI 接管物理世界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甚至不惜掏空国库去赌这一个未来？因为对新加坡来说，拥抱 AI 从来不是什么降本增效的企业 KPI， 而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死存亡国运保卫战。在国际贸易的残酷牌桌上，新加坡信奉一条铁律：效率及主权。我们打开地图看看，新加坡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没有一滴石油，没有自然资源，它今天的繁荣100%建立在全球最佳中转站这个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上。它就像是全球贸易高速公路上的超级收费站。但现在群狼环伺，危机四伏。如果新加坡还在用传统的人脑调度和密集型劳动力来算账，被时代边缘化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大势港的 AI 大脑本质上是新加坡用极高的技术壁垒来对抗自身地理优势被稀释的终极武器。这是一笔非常精明的经济账。在航运业，时间就是真金白银。一艘载重20万吨的巨型集装箱船，每天的运营成本和租金高达数万美元。只要 AI 的精准调度能让这艘巨轮在新加坡少排队6个小时，省下的几万美金燃油费和高昂的违约金，就足以让各大航运巨头心甘情愿地放弃周边更便宜的港口，坚定地把船开进新加坡。AI 带来的极致确定性，就是新加坡在动荡的全球供应链中向全世界收取的最高级别的信任溢价。新加坡港的日与夜只是全球 AI 接管物理世界的一个微小缩影，但它却敲响了整个时代的警钟。当几万吨的钢铁巨兽、数以千万计的集装箱都能被 AI 像玩乐高积木一样精准操控、完美调度时，你还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牢不可破吗？请记住， AI 的野心绝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世界，它不仅在抢写手、画师、律师和程序员的饭碗，它正在成建制地接管物流、高端制造、能源调度，甚至是城市交通的实体大脑。从亚马逊的无人仓储，到特斯拉的黑光工厂，再到新加坡的无人港口，物理世界正在被一行行冷酷的代码全面重构。在这个残酷的历史拐点上，旧的财富秩序正在迅速崩塌，新的巨头正在血泊中成型。作为普通人，我们最大的风险不是做错什么，而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做。时代的列车呼啸而过，连招呼都不会打一声。不要做那个死守着旧经验、盲目相信人肉优势，最终被系统冷酷淘汰的老调度员。去拥抱变化，去学习机器的语言，去成为那个站在中控室里懂得利用 AI 杠杆来放大自身价值的超级个体。未来只有2种人，一种是被 AI 调度的人，另一种是调度 AI 的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真相和未来趋势，请务必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需要看清局势的朋友。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认为下一个被 AI 彻底颠覆的传统实体行业会是什么？是快递、外卖，还是传统制造？我们下期视频见。